为了解决情侣矛盾，公司研发出了公平恋爱 App， 我拉着女友报名，成了首批使用者。恋爱期间花销公平，陪伴时间公平，连情绪价值也能实现公平。签约的时候，主办方再三确认，实验期间如想退出，需缴纳巨额违约金，是否确认？我毫不犹豫点了确认。这好事，傻子才想退出。男人都喜欢年轻漂亮的，所以27岁的我找了个21岁的小女友挣钱。她不像社会上的那些捞女，送束花就很开心，约会吃麻辣烫也很满足。可她最近好像学坏了，我过节发的520红包她竟然真收了，喝奶茶也要点20多块钱的，我很不满。你不知道我赚钱很辛苦吗？怎么一点也不为我考虑？但我也不想分手，毕竟没了挣钱，我去哪再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呢？纠结时，我突然刷到了某大厂推出的新产品——公平恋爱 APP， 为您实现恋爱中的绝对公平。还有这好事，我第一时间就打去了预约电话。听说要注册公平恋爱 App， 郑倩沉默一会，但还是答应了。我们很快就完成脑电波采集，也注册好了信息。到了签合同时，经理意味深长的一笑：“林先生、郑女士，我强调一下，在试用期间，如果任何一方想要中断，需要赔付给对方100万的违约金。请问是否确认签署？”我们确认。郑倩有些犹豫，但我还是哄着她签字。刚签好字，我们耳边就响起了机械音：“公平恋爱 APP 已激活，二位好，我是你们的恋爱管家。”我嘴角忍不住的上扬，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了。很快，恋爱管家的好处来了，本月房租6000，林北账户预扣除3000，郑倩账户预扣除3000。我和郑倩同居期间，本来房租是我2摊1，现在对半均分，为我省了不少。可我还没高兴多久，就见郑倩拖着行李走了出来。我回学校宿舍住。我赶紧拉住她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们学校宿舍太小了，我舍不得你住的那么差，而且我们现在每天都能见面，我还能照顾你，多好啊！郑倩却摇了摇头。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，这房子离我学校太远了，我上课很不方便，而且我回学校住也不影响咱们见面啊。你想我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我一下子顿住了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他突然要搬出去，那以后谁来收拾屋子啊？这房租又谁来负担呢？最后他还是走了。就在他出门的一瞬间，恋爱管家再度提示：监测到郑倩已放弃房子的使用权，现3000元退回郑倩账户，额外从林北账户扣除3000。我忍不住破口大骂：真是个人工智障！本来指望他替我省钱，没想到还多花钱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换回4000块的出租屋。不过没人收拾屋子，通勤时间又长了许多，处处都不方便。我因此跟郑倩冷战了。她果然慌了。不仅在我公司楼下等我，还特意准备了一件礼物，是我念叨了很久的 Switch 2，这要3500，足足挣倩1个月的生活费了。看到同事们羡慕的眼光，我心里虚荣心爆棚。看你表现得这么好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之前不懂事的行为了。正好1周后是他生日，我也送他一个礼物，是我特意从淘宝上花59买的微雕画，满满的都是我的心意。他收到礼物后很感动，可等我回到家后，他突然发消息质问：我同学说这个礼物在淘宝才50块，我生日你就这么敷衍我是吗？我顿时很不高兴。我怎么就敷衍了？你别这么物质行不行？我本来还打算给你补个红包，但看你这样，我也不想给了。郑倩沉默片刻，问我：林北，你真的爱我吗？我闻言怒了，直接把手机静音摔到沙发上。烦不烦啊？怎么每个女的最后都要扯到爱不爱上？随后我丢下手机，玩起了 Switch 2。可正当我玩得起劲时，恋爱管家突然提示：清算近期2笔礼物往来，郑倩支出3500元，林北支出59元，现从林北账户支取3441元，补给郑倩。我一下子就炸了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他送我多少钱的礼物也不是我能决定的，凭什么要从我账户扣啊？根据公平恋爱法则的第5条，恋爱期间礼物往来应遵循绝对公平，每次礼物往来都会进行清算。我手里的 Switch 2突然就不香了。经过生日那次，郑倩下定决心要跟我冷战到底，我也趁这段时间放松下自己。郑倩说我有胃病，不让我喝酒，于是我这几天就和好兄弟出去喝个痛快。结果半夜我胃疼得冷汗直冒，我只能给郑倩打去求助电话。郑倩，我胃病犯了，你能不能……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挂断了。过了一会，郑倩竟出现在我家门口。她不仅照顾了我一夜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给我煮了碗面。我抱着她，无声的哭了，她也回抱住我。林北，我们不吵了好不好？果然还是得找这种单纯的女大学生，就算受了委屈，也要来照顾我。我第二天起床，神清气爽的出门，可那该死的恋爱管家却又响了。目前护工的市场均价为80元每小时，昨晚郑倩照顾林北共计5小时，林北账户支出400元，用于支付郑倩昨晚提供的情绪价值。她是我的女朋友，为我提供情绪价值不是应该的吗？根据公平恋爱法则的第12条，恋爱期间双方提供的情绪价值要维持绝对公平。昨晚您主动要求郑倩提供情绪价值，今天应当为此支付400元。我气得捶墙，什么破软件，从注册开始就没好事，我要卸载你。根据公平恋爱法则第99条，如一方要求中断使用，需赔偿另一方100万违约金，您是否确认？没办法，我只好收回了刚才的话。到了周末的约会，我表现得格外大方，积极付钱，反正最后管家都会从郑倩的账户里扣除还给我。奶茶，以前我带着郑倩只喝蜜雪，现在我要买25块的。电影，以前我都带着郑倩窝家里看枪版，现在我要看3D 的。吃饭，以前我都用团购券，现在我要吃顿大餐。然而约会结束后，恋爱管家却告诉我，根据公平恋爱法则第3条，
约会期间花销绝对 AA， 本次约会林北账户支出520元，郑倩账户支出254元。吃喝玩乐都是我和郑倩一起的，不应该平分吗？结果系统开始给我算账，你点的奶茶是大杯加料，共计25元，而郑倩的是中杯18元，郑倩只喝了1/3，你喝了剩下的2/3。电影2个人都有看，所以每人支出79元，吃饭共计500元，但郑倩只吃了海鲜和蔬菜，所以你需支付300元，郑倩支付200元，但吃饭途中郑倩为你包虾，所以你需要再支付给郑倩手工费50元，两人来回交通费共计59元，按照距离统计，你需支付40元，郑倩支付19元，至于多出来的28元是郑倩的化妆费，合计为28元，两人均分成本。我忍不住吐槽，我又没要求郑倩化妆，凭什么这部分成本要我一起承担？还有，女人化个妆哪有那么贵？根据公平恋爱法则的第10条，化妆被视为女性为提升约会体验的付出，因此男方需一并承担成本。我顿时有些崩溃。你的产品经理是个打女权的吧？那么爱女？本项目的研发团队有男有女，对于情侣双方都是绝对公平公正的。我正愁怎么把这账讨回来，郑倩突然发来了消息，明天我们学校有话剧表演，一起来看吗？我连忙答应了，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从郑倩那赚回点钱。一大早我就疯狂收拾自己，连香水我都喷了不少，还都是大几百的大牌。这次我倒要看看系统会让郑倩给我多少钱。大学里的话剧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我强撑着眼皮才没睡着，这也算是提供情绪价值了吧。怎料演出结束后，恋爱管家却告诉我，本次约会林北账户支出546元，郑倩账户收入510元。我瞬间暴怒，不公平！我今天特意化妆了，还给他提供了情绪价值，凭什么我花那么多？不应该是他倒给我钱吗？可管家的计算却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是殡仪馆的烧尸工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竟在地下室发现了一本生死簿，只要轻轻一笔就能让人起死回生。我很快以此发了财，女神也对我投怀送抱。怎料就在我即将走向人生巅峰时，家里养了10年的老猫突然暴毙，我察觉不妙，想要提出，可生死簿却告诉我为时已晚，你已无法退出游戏。我叫父亲，在安魂堂殡仪馆做烧尸工，母亲最近病了，而且是重病，那是个无底洞，再多的钱填进去也听不见半点回响。这天我盯着炉火，心想，如果能用我的命换母亲的命，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可惜世上哪有这种交易啊！突然我想到了殡仪馆的地下室，那里阴森潮湿，最深处还有个常年上锁的储藏室。乔馆长说里面都是些废弃的档案，不许任何人进去。但有一次喝醉，他透露出储藏室内有一批早年留下的旧铜料，正好最近母亲要需要了。我动了心思，与其让那些铜料氧化锈蚀，不如让他们再发挥点价值。于是我悄悄拿了乔馆长的钥匙，趁着夜色溜到了地下室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里面没有铜料。我忍不住骂道：这老酒鬼肯定先我一步卖掉，拿去换酒喝了。但是贼不走空，我还是继续往里摸索。这时我在一张供桌上发现了一本书，它不是纸，也不是帛，看不出是什么材质，摸起来就像一块万年寒冰。封面上也没有字，我便翻开了它。第一页写着：王建国，死期1日后，死因心肌梗塞。王建国是邻居王叔吗？这不会是乔馆长的恶作剧吧？我忍不住笑了，也没当回事。然而第二天刚过正午，殡仪馆的接尸车就回来了。我掀开盖着的白布后，瞬间懵了，躺在上面的居然是王叔，而死因那一栏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急性心肌梗塞。我疯了似的冲回地下室，再次翻开那本诡异的册子。王叔的名字依旧在第一页，只是名字后面的死亡时间从1日后变成了今日。王叔待我极好，我也不免悲痛了起来。这时供桌上突然多了一支毛笔，我鬼使神差的拿起笔，居然将王叔名字所在的整行都涂黑了。似乎只要将名字涂掉，王叔就不会死了。但我明白这终究只是发泄情绪。涂完后，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殡仪馆前。此时一群人正围着棺材又哭又笑，我凑了过去，却发现王叔竟然从棺材里爬了出来，他活了，一脸迷茫地看着周围。我赶紧再次冲回地下室，发现那本册子上王叔的名字果然消失了，原本空白的封面上也现出了大字生死簿。生死簿？那我岂不是掌握了逆天改命的能力？就在这时，医院打来电话，我母亲的药快用完了，那边让我准备下一期的医药费。到医院后，我十分忧愁，为了给母亲买营养品，上个月的工资已经全部花完了，现在我身上是1分钱也没有。这时一个年轻护士走了进来，来说的给母亲换药。她叫柳如烟，有着一种像春雨般的柔美，每次见到她，我总感觉自己心跳在加速。父亲，你来了。她对我笑了笑，却让我感觉不太对劲。柳护士，你脸色好像不太好。柳如烟叹了口气，我好闺蜜的爸爸肺癌晚期，在咱们院抢救呢，医生说回天乏力，让家属准备后事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柳如烟有些诧异。李明亮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随便找了个借口糊弄，便飞奔回了殡仪馆。地下室那本生死簿依旧静静地躺在供桌上，我颤抖着翻开，果然在不显眼的一页找到了李明亮的资料，死亡原因肺癌，死亡时间2天后。我立马抓起笔划掉了他的名字。当我再次回到医院，李明亮已经醒了，医生也感到不可思议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就说我的病是误诊吧，哈哈哈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突然把我拉到了角落，问我：父亲，你是不是对李叔叔做了什么啊？我无法解释生死簿的存在，只能编了个谎话。我早年在崂山跟一个老道士学过几天道家仙术，能帮人延寿几天。
都是些不入流的小数，不值一提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柳如烟的关系迅速拉近，我们开始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，像普通的情侣一样。可这天，柳如烟突然问我：“陈宏远，本城有名的富豪，你知道吧？”当然知道，他怎么了？要死了吗？柳如烟却摇了摇头：“不是他，是他女儿。他女儿出了严重车祸，就在我们医院抢救。他听说你有特殊办法，想请你救救他女儿，条件随你开。”我明白，他这是想利用自己的关系，让我挣点外快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名字呢？陈彤。我又回到了殡仪馆地下室，一笔划掉了陈彤的名字。几乎是同时，柳如烟的电话就打过来。太神奇了，陈彤醒了，医生说他身上的那些致命伤竟然都在快速愈合，简直像没发生过车祸一样。父亲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小意思，动一动手指的事，不值一提。陈宏远马上在大酒楼设宴感谢我，摆了一桌山珍海味，他还拿出了一张支票递给我。傅大师，这是1000万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，我顿时有点发虚，最终只抽走了100万。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这些足够我母亲的医药费了。这下陈宏远更尊重我了，从那以后，他成了我的改命经纪人，不断把各路富商权贵介绍给我。我的财富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。我买了本市最豪华的别墅，还把在车库摆满了豪车。母亲也住进了本市最好的私立医院，得到了最顶级的护理。我还隔3差5带同事们下馆子，给乔馆长也送了1箱茅台。同事们打趣我：“你小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？是不是干什么违法勾当了？”就是下班后跟朋友做点小生意而已，不值一提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忘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烧尸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家养了很多年的老猫突然惨死在院子里，但我安慰自己，一只老猫而已，早该寿终正寝了。随后我立马去和柳如烟约会了。最近我和柳如烟的感情越来越好，她会带亲手做的便当来殡仪馆看我，我也会带她出入5星级酒店和奢侈品商店。然而这天，我刚送走一批吊唁的客人，殡仪馆的接尸车就来了。傅哥是个年轻姑娘，可惜了。我也没太在意，毕竟世事无常，这种事我在殡仪馆见多了。直到白布被掀开，才愣住了。白布下面的居然是柳如烟苍白又熟悉的脸，死因那一栏写着：高空坠物，病人跳楼自杀，不幸砸中路人。明明我们昨天还计划着下周去马尔代夫看海，如今他却躺在了冰凉的临床上，我无法接受，安慰自己，没事，我有生死簿，我可是能掌控命运。我马上狂奔到地下室，可当我想涂掉柳如烟的名字时，却发现根本做不到。这时一个声音从我背后响起：没用的，你已无可用之价。乔馆长不知何时来了，笑眯眯看着我。或者说，你已经没有足够的亲近之人的寿命来为他支付了。支付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你帮人改命是没有代价的吗？他走到供桌前，轻轻抚摸着生死簿。寿命守恒，这是生死簿最基本的法则。你每帮人多活1天，生死簿都要从你亲近之人的寿命中扣去1天。你家那只老猫的死就是第1个信号，可惜你没在意。我仿佛挨了一记重锤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而乔馆长还在讲述，王建国复活消耗的是你远房表舅的寿命，他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。你甚至都不知道李明亮痊愈是你另一个邻居大婶的寿命，他前几天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，他们的生命都在为你所谓的善举买单。现在轮到柳如烟了。原来我以为的掌控命运只是一场血腥的教育。我摇着头，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但乔馆长突然话锋一转，如果你想救他，也不是不行。我放弃高薪职位，为清水村的助农草莓出钱出力了1年，但草莓节前夕，村民们却要我付100万的种地指导费。我又惊又怒，当即收拾东西走人。第2年，我在隔壁青山村的助农项目大获成功，于是清水村村民悔极了。傅博士，求求你回来帮帮我们吧！村里每个月给你发5000工资，还包吃包住。傅博士，俺们村可算盼来个高材生。村主任老周笑得见牙不见眼。你放心，村里指定全力配合，要人给人，要地给地，全力配合你种草莓，致富就靠你了。我笑着谢他，我拒绝了留校和省农科院高薪职位，执意来农村助农，只是希望给广大农民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。第2天，我开始正式培训村民。老周昨晚挨家挨户地通知了村民，但今天只来了一小半。草莓那玩意儿娇贵着呢，俺这能种，也到时候赔个底朝天。就是种玉米多踏实，旱涝保收，折腾啥新品种。而且刚讲了5分钟，村民李叔就打了个哈欠。傅博士，讲这些啰啰嗦嗦干啥？直接说啥时候能赚大钱。其他村民立刻附和。是啊，直接说能赚多少不就行了，整这些没用的。要赚钱得先学习，技术学扎实了，钱自然就能赚到了。王婶一听，直接就走。哎呦，种个地这么麻烦，俺家里还炖着汤呢，听半天也没听出个钱响。其他人见状也跟着起身。浪费时间，不如打牌去。看着剩下的仨瓜俩枣，我还是耐着性子把课讲完了。课后还挨家指导种植。这天我刚到李叔家门口，就听见里面的哄笑声。老李，你的草莓苗咋样了？管他呢，爱活不活。那姓陆的种个的整的跟做实验似的，论种地他懂个屁。多半是城里混不下去来的，
就是说的好听是助农，谁知道打的什么算盘？真要是为咱好，咋不直接发钱？我站在门外，抬起的手将了半天才落下。几秒后，李叔堆着笑脸出来。傅博士，你咋来了？快进来坐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不用了，我来看看地。哦，李叔一听，眼珠子一转。傅博士，你有知识，大伙信你也想干这草莓，真的，可是真承担不起风险啊！去年种辣椒，一场冰雹全砸没了，血本无归啊！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欠着债，哪有钱买肥料搭大棚，哪敢再折腾新玩意儿？其实大伙都怕，万一草莓种砸了，贷款还不上，房子都得抵押出去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偷瞄我的表情。傅博士，你本事大，要真为俺们好，能不能先帮衬点？这草莓要是真这么好，等赚了钱肯定还你。其他人也起哄，就是傅博士有本事，帮俺们呗。我沉默了。虽然村民又懒又贪，但毕竟项目刚起步，要是他们不干了，我就前功尽弃了。我只能答应他们。行，建棚的费用我先垫上。我说着赚了5万块给老周。老周来采买。李叔的脸上立刻笑出了褶子。哎呦，傅博士就是大气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按你说的做。我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棚搭好没多久，就开始下特大暴雨，暴雨下了3天。我正在庆幸转给老周搭棚的钱没白花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哭嚎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打开门，就见李叔冲了进来。傅博士，你快去看看我家的地，苗子全淹了。我心里一沉，立刻跟着他往那边跑。到了地方，只见大棚塌了半边，草莓苗泡得跟都烂。我一股火直冲脑袋。我给了5万块，让老周统一采买加厚膜和钢架。你们用的这是什么？竹竿、塑料布？王婶拍着大腿嚎：我们哪懂这些啊？老周也没说不行，谁知道会塌啊？我冷着脸去找老周。老周见我浑身湿透的闯进来，愣了一下。李叔他们的大棚塌了。老周笑容僵了僵。傅博士，这事儿我得解释一下，钱是到位了，可李叔他们3个嫌贵，非说要自己去买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按你给的标准买。他们还拍着胸脯保证出了问题自己担着，乡里乡亲的我也不好拦着，结果都怪我太信任他们了。这时李叔突然进来了。傅博士，这事儿真不怪老周，钢架搭了以后都得用加厚膜，比原来的贵5倍。现在你出了钱，以后的还不是得我们出？老周也突然提出，傅博士，要不你去地里看看？他领我去看了村里的灌溉系统。今年雨太大，整个村子的排水渠都堵了，要是再这么下几天，蓄水池要是垮了，下游30亩地都得淹。他一脸为难。本来你替大家垫钱是够解决排水的，但棚布、钢架得买顶好的，钱只够做到这样，光买膜就不够。我看着老周一脸痛心的样子，突然明白了这就是个套。先让李叔当出头鸟搞砸，其他户看似还行，实则留了大隐患，原因都归结为我要最好的，我为难大家了。现在呢，要么放任不管，要么继续掏钱。这老狐狸算计得好，可池子一垮，全村的地都得废。我只能咬牙掏出银行卡。只有5万，再出岔子你们自己担着。而且这次我要看到完整的施工记录、采购清单，少一张发票都不行。老周连忙点头，眼神不住地往我的钱包上扑。傅博士，你是活菩萨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亲自盯着，绝不出岔子。我无奈地拍拍手。1周内解决排水问题。傅博士，放心，俺们听你的。1周后，节目组进村了，带队的是我师兄陈明。他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父亲，局长还念叨你呢，说你要是去了农科院，现在起码是个项目组长，你手里那些专利，随便一个放农科院都能评奖。你爸当年……我连忙打断他，在哪儿都是干农业，都一样，先看地吧。在我的余光里，老周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耳朵竖得老高。果然，不一会儿老周就凑过来了，他笑得意味深长。傅博士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大人物啊，局长都惦记你。我懒得理他，带着节目组就往示范田走，播出的效果也很好，我的示范田成了焦点。节目组走后，李叔找到我。傅博士，你这示范田花了多少钱啊？光这大棚就得几十万吧，俺们可弄不起。大家不要担心钱，省里刚批了无息助农贷款，专门支持乡村农作物种植升级。村民们一听顿时炸了。贷款那不是还要还？就是省里怎么不直接发钱？傅博士，你不是认识农业局的领导吗？去帮我们说说啊。我无奈了。草莓节如果效果好，我可以帮大家申请更多支持。老周却眯着眼睛打量我。傅博士，你这些门路以前怎么不说？草莓节当天，村长突然带着一帮村民找我，只见村长递给我一份合同。傅博士，有个事儿得落实一下。我接过来一看，脸色瞬间凝固了。只见上面写着：第1条，父亲个人担保，草莓节后售价不得低于100元美金，滞销部分由父亲按此价收购。第2条，父亲付给村里100万技术指导费，因为他们教会父亲种地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你们疯了！老周却一脸的理所应当。傅博士，俺知道你累死累活干1年，自个儿掏那么多钱图啥？我就想草莓节评个奖，出个名，卖专利吗？这100万不值得你的前途。我被气得发抖。我出钱出力，好不容易才有了名气大噪的清水草莓，村民就这样待我。见我不动，李叔不耐烦地催我。傅博士辛苦这么久，总不想心血泡汤了。俺们清水草莓现在可出名，
我老家亲戚都说要议定，只要合同一签，俺们立马卖命干。老周也劝我，傅博士，你收入高，又有门路，100万对你不算什么，可对乡亲们来说，这是一辈子的钱啊。就是小陆，国家给你发个奖状，你就是大人物了，到哪都好赚钱，少熬多少年。我越听心越冷。这时，老周敲敲合同，傅博士，签了吧，对大家都好，以后你就看着我们种地，卖草莓的钱还给你分红，你一点都不亏。李叔也上前一步，要不是俺们教你种地，你也弄不出示范田来。我气急反笑，教我种地，是我手把手教你们。老周打断我，哎呀，都别激动，小陆，还有1个小时开市，要是这时候闹出不愉快。他故意拖长音调，目光飘向展台。你在威胁我？这哪能叫威胁呢？这叫互利共赢。你想想，等咱们拿了奖，你那些专利就更值钱了。傅博士是聪明人，应该不想到手的钱飞了吧？王婶直接掏出收款码，你先给个定金，再签合同也行。凌晨3点，业主群有人求救，我的手不受控制，拿刀要捅我，头发也活了，他缠住了我的脖子，谁来帮我？大家都以为是玩笑，并没有理会。可第2天，警方却发出通报，小区404业主腹部被捅3刀，头发缠紧窒息死亡。昨晚求救的就是404业主呀，他真的死了。许久，我回过神来，在群里问道：有知道情况的吗？404业主真被自己的身体杀了。看见有人开头，群里陆续活跃起来。终于有人问了，昨晚到底什么情况？是啊，4楼的朋友说说情况。304直接艾特了4楼为2的住户402。过了几秒，402在群里冒泡道：404上个月才搬进来，是个精神病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自杀。听到这番说辞，大家都被说服了，只有304的业主还在继续追问：警察是否检查了死者尸体？手和头发还在不在？402没回，直接下线了。304那条格格不入的信息很快淹没在一片调侃中，我也没在意，直到我发现失去了对右眼的感知，用尽全力都无法使它闭合。我慌了，一个踉跄撞在卫生间门把手上，疼痛让我缓过神来。等我再看镜中的自己，一切已恢复如常，但过去那几秒钟的诡异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难道身体真会叛变？就在这时，402上线回复了304的问题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警察刚从我家离开，这栋楼每户都会被问话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到时候可以问警察。听到警察在，我心里顿时有了底。可304接下来的发言让我的心又掉了起来。不用了，我知道答案了。纠结许久，我给304发了私信。你知道什么了？404业主的尸体还是完好的吗？304没直接回答，而是给我发了3道简单的数学题：1加1等于几？1乘1等于几？1减1等于几？我有些不解，哥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先答题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把答案发了过去。2、1、0。304似乎舒了一口气，还好你没有被感染，赶紧来我家，不然你会死。什么感染？别问了，先到我这来，你家现在很危险，快跑！我心脏一紧，下意识走向房门。然而我刚握住门把手，群里突然弹出402的警告：大家千万别出门，楼里有怪物。他还附上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电梯里淌满了血液与黄色脓液，角落里堆着个仅剩的半边脸的中年女人。照片冲击力太大了，群里立马炸开了锅。这是301的王姨，楼里进野兽了。野兽也不可能搞成这样啊，难不成是丧尸还是外星生物？开始有人艾特402，警察不是还在呢？他们过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打开电梯就看到这一幕了。大家现在别出门，我刚联系了警察，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处理。我刚想问问情况，群竟然被解散了。不多时，304给我发来私信：3楼除了我，其他人都死了。我们的身体器官诞生了自我意识，它会吞噬整个人体。你快来找我！我突然想到什么，忙翻找402发的那张照片，照片上有条粘液痕迹一直延伸到镜头外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离开了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毛。见我没回，304催促道：那些异化的器官需要养分，不仅吃本体，还会吃其他人。他们已经来找你们了，现在只有3楼安全，快来我这！但现在情况不明，我不能贸然出去，便婉拒道：我还是先等警察吧，外面不安全。听到这话，304顿时失去耐心，根本就没有警察，402在骗人，是来找我得知更多信息，还是等死？你自己选吧。为什么说402骗人？有证据吗？想要我去找你，就拿出足够的诚意。你没资格谈条件。见他如此，我没再回复，而是拨打了110。可我接连打了好几次，竟都是无人接听。就在我思索之际，门外陡然传来敲门声。你好，警察，我们有事找你询问。与此同时，我收到了402的私信：你在家吗？我和警察同志在你家门外，楼里的怪物很危险，为保证大家的安全，需要逐户排查。我没急着回，而是凑到猫眼前观察。入目的是半张男性面孔，他紧贴着门在听声音。我立马将手机静音，回复了402的私信：3楼的情况怎么样？除亡意外还有伤亡吗？警察没说，不过从3楼回来，他们脸色就不太好。3楼几乎全灭，警察脸色差才是正常的。目前来看，402几乎没有异常，可为什么304这么笃定402在骗人？刚巧304又发来了私信：402骗人的证据是吧？行，我告诉你，最开始我问你的那3道数学题，可以检测出对方到底是人还是异化器官。如果是异化器官，按照他们的生物逻辑，只会得出同一个答案：1、
而402三道题的答案都是1。为了验证真实性，我将那3道题转发给了402，并道这3道题的结果就是我在的地方。402回得很快，你在210都这关头了，你还搞这些？看完我更纠结了，又向304确认了一遍。304十分笃定他的这套算术测试不会出错，但当我想深究，304死活不说了。我只好返回和402的聊天界面。402已经没多少耐心了，问我你到底在不在家？警察同志很忙的。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便信口胡诌道：刚在晨跑，现在在楼下，你们可以先去隔壁503，张叔应该在家。503张叔家已经查了，就差你家了，在1楼等我，我下来。看到这条信息，一股凉意直冲我天灵盖。我隔壁压根没住人，我咽了口唾沫，小心翼翼朝猫眼望了出去。可眼前看到的景象吓得我七魂皆冒，外面根本没有警察，只有个从头顶中央向下裂开了的半张脸的男人，将身体撑裂开的一根大腿粗细的挤住。那人看了眼屏幕，点击2下后走向电梯。我彻底相信304说的器官异化，想到右眼曾经的异样，内心越发不安。我点开和304的聊天界面，问道：器官异化有什么前兆吗？304或许是撑不住了，给我焦点。求求你先过来吧，我受伤了，过来帮我一下，到时候我和你信息共享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什么都不会知道的。我知道这是他最后的筹码，我也给出了自己的诚意。20分钟内我到你家。402刚下1楼，我从5楼走到3楼2分钟完全足够了。之所以留出盈余，是因为我需要帮手。我将那3道题给所有业主4发了一遍，最终筛选出101、201、6033个人是正常的。拉了个群后，我简述了异化器官的事，其他3人显然也察觉到异常，交换了信息。大家注意下水道，有活的头发游走。202人已经没了，1小时前我在阳台看见他肚子爆开，肠子爬去了3楼。3楼暂时安全，怪物应该走了。这时603艾特我，你在5楼，怎么知道3楼是安全的？我这才说出3楼的大致情况，并提出要救304的建议。304知道很多内幕，想要活得更久，我们得救他。可101业主却冷不丁冒出一句：304已经死了，他怎么给你发的消息？怎么回事？很快101在群里发出一个10秒左右的视频，视频是在1楼对着窗外拍摄的，里面是半截血淋淋的身子。我皱了皱眉，这是304，太远了，你凑近点去看看。你忘了1楼大门被锁了，我要能出去早就跑了，至于和你们多此一举。201接过话头，视频里脚上穿的那双银绿色跑鞋，我见304前2天在群里秀过。说完201甩出了当时304的群聊截图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没那么多弯弯绕绕了，直接质问304：你根本就不是304，你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信息发出，对方却没回。我看着聊天栏，突然一个恐怖的细节从脑海中冒了出来。先前我告诉402我刚回来，目前正在1楼。如果门是402锁的，或者他知道门被锁，那这个谎言岂不是不攻自破？我忙询问402：你到哪了？在几楼？对方回复很快，可当我看清内容时，两股凉意从脚心直冲头顶。我在你家。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我只能去足浴店打工。可面对如狼似虎的技师姐姐们，我一个刚毕业的男大哪能招架得住？尽管工资9800，还包吃包住有五险，但我还是害羞的问：如姐，我累了，咱们休息一下吧。可如姐却拿枕头砸我：给你发工资是来享受的吗？才擦了10遍地，再擦2遍。我只好低下头，继续擦地上的呕吐。原来昨晚2个酒鬼进门，一个当场吐在地上，另一个看到地下一滩也吐了。结果这恶心的场面把所有女生都熏吐了。作为店里唯一的男生，我只好出面清理。等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店长李如问我：林川，几点了？11点了，如姐，海底捞都关门了。李如小手一挥：开门，营业。我把卷帘门拉开，转身去2楼敲开3个房门。醒醒，接客了。不一会就从楼上走下3个女孩，个个青春靓丽，动人无比。其中一个对我抱怨：吵死了，林川，你比老囊的叫的声音都大。开口这个是柳如烟，我们店的王牌，客人都想找她，得预约。另外2女孩，一个叫刘晴，一个叫嘉欣。嘉欣还有一个妹妹负责前台，叫嘉怡。很快，一个40-50岁的秃头进门了。这里几张啊？丰台集团的李经理介绍来的。丰台的朋友啊，大哥，我们这技师业务能力不一样，价格也不一样，您都瞧瞧。秃头先猥琐地看着柳如烟：你几张啊？柳如烟伸出一个手指头：100。5、1000。秃头不说话了，又指了指刘晴。没等刘晴开口，李如笑着介绍：这是我们新来的妹妹，一次是500，保证让您舒服的。秃头点点头，拉着刘晴就上了2楼。没几分钟，楼上响起婉转的歌声。这时柳如烟坐到了我旁边：弟弟，姐姐好看吗？我平静地说了句好看，她立马靠得更近了。弟弟，姐姐喜欢你，想跟你谈恋爱，如果你邀请姐姐，我一定会答应哦。见我没说话，她笑了：哎呀，弟弟真坏，你还想让姐姐追你啊？谢谢姐姐的好意，还是算了。坏死了你，难道还让人家倒贴吗？行吧，宝贝，我喜欢你。这时李如出来打圆场：行了，就别跟林川开玩笑了，老是化你的妆。柳如烟只能拍了我一下，接着坐在椅子上化妆。我也松了口气，这女人实在太难招架了。可当我准备打几把游戏时，楼上竟然传来了一阵惨叫。我猛然冲上楼，想要敲开刘晴的房间，却发现门已经被锁死，里面不断传来刘晴的惨叫。李如连忙去找钥匙，可我知道不能等了，
直接一脚把门踹开。屋内的场景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刘晴被绑在床上，身上都是鞭子抽出来的伤口，而那个秃头男正拿着蜡烛往他身上烫。我连忙冲过去，把秃头甩到地上。秃头气得指着我：“谁让你们进来的？都给我滚出去！”李如则边给刘晴松绑，边怒吼：“林川，让他滚出去！”秃头还想说什么，但被我揪住领子拖到楼下，一脚开出了门。赶紧滚，以后别再来这儿。你就不怕我报警吗？我闻言冷笑：“你赶紧报，故意伤害罪，够判你几年的。”秃头看下不住我，放下狠话：“行，你们等着，等我叫人去。”等秃头跑了，我又回到房间，看见刘晴正缩在李如怀里哭，李如不停安慰她，并叮嘱我收拾收拾，关店几天。其实之前这种事也发生过，但这次不一样。秃头是丰台集团的人，李如曾经跟我们说过，谁闹事直接赶走，但丰台除外。丰台集团黑白两道都有人，我们这条街能活到现在，都是仗着丰台。每次他们有需求，就会来这条街享受。要是找上门来，我们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。李如让柳如烟先带着刘晴去医院，接着就瘫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。我知道秃头肯定会报复回来。果然没过多久，秃头带着人就杀回来。看着带头的西装男，李如笑道：“看这是谁来了，李哥。”小卢呀，怎么回事？这位兄弟过来玩，怎么还能被打呢？你有所不知，这位大哥玩的有点过，我那个姐妹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。李经理闻言看向秃头，秃头却一脸无所谓：“哥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没弄死就不错了。来玩嘛，肯定要玩得开心点。”李如脸色不好看，但还是对秃头道歉：“大哥，下次一定好好款待你，这次的事就算了吧。”算了，你那个保安把我堵门口揍了一顿，就这样算了吗？我明明只是踹了他一脚，这孙子真能编啊！见我要发火，李如赶紧按住我，又看向李经理：“哥，要不这位兄弟的医药费我赔，下次来再给他免费，你看这样行吗？”好说好说，今天有些累了，一会你给我们放松一下。当然可以，李哥，正好我买了几套新制服，一会包你满意。但李经理却摇了摇头：“我是说你陪我们哥几个一起玩。”李如顿时僵住了，我也惊了，他带来的小弟起码10几个人，让李如一个人陪，他疯了吧？李如还想说什么，但被李经理打断了。小李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丰台集团在这边是说一不二的。如果今天伺候不好这帮兄弟，那你的店以后也别开了。接着他又冷笑道：“你们几个不管跑到哪里，我们都能找到，你知道的。”李如只能凄惨一笑：“李经理，咱们走吧。”李经理也笑了：“对啊，这样才对嘛，咱们走。”就在他们要上楼时，我突然开口：“李如，你给我回来！我说不许你去，听见没？”听到我的话，李如的眼神变了，他沉默片刻，还是坚定地站在我身边。“李总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恕不奉陪，请您回去吧。”李经理先是一愣，随即笑：“好啊，小伙子年轻气盛，秃子改改他的臭毛病。”秃头立马一拳砸向我：“你他娘的找死！”我也抄起旁边的花瓶，猛地拍在他脑门上，场面瞬间炸了。对面10几个人一哄而上，数不清的拳头袭来。我虽然大学在拳击社待过2年，但打3个还行，打10几个就难了。屋里的饮水机、沙发马上被打烂，连玻璃门也碎了一地。混乱中，秃头抓住柳如烟：“居然卖我1000块一次，今天老子就要白嫖，过来办你！”但我马上就是一烟灰缸，直接把他推倒在了地上。经过一番魂都，对面只剩下秃头跟李经理了，但我也多处受伤，几乎站不起来了。你小子是真难打啊，你再站起来试试。此时我的胳膊已经断了，被李经理狠狠踹了几脚。秃头也抄起拖把砸到我脑袋上，几乎要让我晕过去。李如跟佳怡都哭着求秃头不要再打了，佳怡甚至要为我挡伤，可李经理哪管什么男女，拿起酒瓶就要砸过来。我拼命翻过身，才挡下这一击。你特么疯了吧？还玩英雄救美？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用得着这么玩命吗？除非你们把我打死，否则别想过去。这下李经理害怕了。好，算你小子牛逼。说完，他领着10几个人跌跌撞撞的跑了。恢复平静后，佳怡边哭边给我包扎：“林川，你傻不傻？他们不敢真打我的。”李如也看向我：“林川，这次真要谢谢你。我爸曾经教过我，身为男人就要拼尽全力保护你觉得重要的人，要不是好久不练，要不然我能好疼。”李如见状笑了：“你这么拼命保护姐姐们，下个月必须给你涨工资。”好啊，谢谢如姐。这天我们聊了很久，我也知道了他们做技师之前的事。李如丈夫得了白血病，为了治病欠下数十万，但最后还是没治好。儿子也检查出了白血病，他为了赚钱，只能开了一家足疗店。而柳如烟本来是双一流大学的舞蹈系系花，可男友却染上毒瘾，把柳如烟送给了债主。尽管最后男友和债主都入狱，柳如烟依旧主动来店里当了技师。而刘晴跟嘉欣、佳怡2姐妹都是农村孩子来赚钱的。过了好几天，秃头他们再也没来过，我有些纳闷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不过很快，如姐解答了我的疑惑。直播连线了个大师，竟说我家鱼缸里有鬼，要收10万叫我保命。我对他笑道：“鱼缸里游的是我大舅，屋顶飘的是我二姨，卧室床下还躺着我七舅姥爷呢。”直播间顿时一片哗然，全在骂我不要命了，竟然不信陈大师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白痴，你不信陈大师，等着死吧！我瞬间沉默了，看了看天花板上的吊死鬼和床底下的绿毛浆。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也是个道士，而且我超强。我叫李可爱，师承伏梦山逍遥宗，最擅长咒诀、符箓和召唤术，连师尊都被我打掉过2颗大牙。
为了帮师姐还债，我接受惊悚游戏的邀请，登录了《猛鬼公寓》这个 S 级副本。结果一进门，我就遭遇了水鬼偷袭，但只用了1秒，他就被我按在了墙上。真没礼貌，咱们聊聊吧。聊啥啊？就聊聊卧室床下的僵尸先生今年贵庚。卧室马上传来一句响，等着半夜伏击我的僵尸被我的话吓了一跳，居然磕了脑袋。他知道藏不住了，就张着獠牙想扑向我，但我却翻身一跃，一张符拍他脑门上定住了他。接着我又薅住水鬼的衣领。这屋里还有谁在埋伏啊？你可想好了再说哦。水鬼吓得直哆嗦。客厅吊灯上荡着吊死鬼，厕所马桶里蹲着10份鬼，卧室柜子里藏着断头鬼。说了一大堆后，他还不忘强调，他们都等着趁您不备，吓破您的胆啊！一屋子鬼瞬间气炸锅了，眼看被我识破，他们索性全部冲了出来，屋内顿时群魔乱舞。然而半小时后，我看着被绑住的5只小鬼，笑道：从今天起，咱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咱们的目标是把吓人事业做大做强。一屋子鬼闻言懵了，不知道我打的什么算盘。原来系统给我的任务是在猛鬼公寓挣够100万才能离开游戏。我叹了口气，谁家好人玩惊悚副本不捉鬼，而是当牛做马挣钱啊？不过没关系，既然咱是一家人了，就得给你们名分。从今天起，水鬼就是我大舅，断头鬼就是我二舅，10份鬼就是我大姨，吊死鬼是我二姨，还有僵尸先生，您就当我七舅老爷吧。这时10份鬼弱弱举手，可我是男的啊。舅舅太多了不好记，你就委屈当大姨吧。其实我和他们攀亲戚也有系统嘲讽我的原因。玩家只能靠自己赚钱，不能抢夺 NPC 财物，也不能求别人协助。不过要是你走了狗屎运，在副本里碰到你长辈给零花钱，还是可以收下。于是我就创造了一堆长辈，鼓励长辈去挣零花钱。系统懵了，李可爱，你可真行啊！再回到和陈大师的连线中，面对弹幕的谩骂，我淡淡回复：听说陈大师要参加一个叫《搜鬼记》的惊悚综艺，看预告，节目组要去探秘云海市的猛鬼公寓。陈玄黄闻言很得意。没错，猛鬼公寓全国知名方圆5里，人烟绝迹。节目组还请了4位明星和我一起直播。怎么，你是其中某位明星的粉丝吗？我摇摇头，我也是道士，我也想参加。他却忍不住笑了。你是道士，你连你家鱼缸里有鬼都看不出来，还敢妄称我玄门中人？若你能活过今晚，老朽就介绍你上节目。一言为定。第二天，我吹着泡泡糖出现在陈玄黄的道馆。王助理知晓我的来意后，面露鄙夷。你说陈大师邀请你上节目吗？别逗了，你是陈大师的粉丝吧？我们这儿谢绝粉丝登门，你要是没事就赶紧走。说完，他就躺在沙发上打王者了，只把我当空气。我见状也掏出了手机，当场开播。直播间内，我故作委屈：家人们，我在陈玄黄的道馆前刚吃了个闭门羹，他不肯见我，也不肯兑现承诺。想不到陈大师竟是这样的人。说完，我还挤了几滴眼泪。弹幕也开始讨论：陈玄黄言而无信，昨晚刚答应人家小姑娘，今天怎么就不认账？这事不能怪陈大师吧？明摆着是小助理看不起李可爱啊！哪请的助理啊？毁我们陈大师的名声！我马上把手机递到王助理面前，看到那些弹幕后，他态度大变。还真有这么个事啊，陈大师没跟我说，我帮您问问他老人家。2分钟后，陈玄黄冷着脸出门见我，迫于舆论压力，他不得不邀我参加节目。还把他的300万出场费分了我3万，我也不在乎，毕竟等进了猛鬼公寓，老陈头的出场费可全得归我。1周后，节目开始录制，我因为是陈大师引荐的，一时间报道满天飞，有称我为天才少女的，也有认为我在炒作，等着看笑话的。不过这些我都不在乎，只有一条让我有些生气，有人夸我15岁初出茅庐，捕获过1只飞姜，我忍不住吐槽：飞姜很了不起吗？我8岁那年就骑着飞姜上树摘桃了，16岁我已经在白玉京收服了9尾狐和9头蛇。瞧不起谁呢？而猛鬼公寓是云海市内最有名的都市怪谈。7年前，它还叫良辰公寓，周围也很热闹繁华。直到一个夜晚，整个大楼的人忽然都消失了。后来这里改建，政府要把公寓推倒，可一动工就出事。先是工程师失踪了，之后看大门的保安也不见了，再之后，连调查这件事的警察也消失了。这里成了全市最可怕的场所，人们就开始叫它猛鬼公寓。按理说没人敢再靠近这座孤楼了，可港城首富却开出天价制作了这档综艺。他还请来全国最有名的法师陈玄黄，而影帝父亲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竟推掉了一个悬疑剧男主，跑来参加这档综艺。紧接着歌坛天后阿狸、顶流偶像柳如烟都参与了进来。此时他们和我都待在猛鬼公寓外，等着节目组的下一步指示。影帝父亲开始和陈玄黄聊天：陈大师，您算命是一绝，我对您佩服至极。可若说这世上有鬼，我是绝不信的。实不相瞒，我和我哥们顾铮打了个赌，他咬定了这世上有鬼，还说自己亲眼见过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证明给他看，什么鬼啊怪啊，都是节目组的把戏。他这一番话说的陈玄黄和综艺导演十分尴尬，而我则凑到了阿狸和柳如烟身边。2位要保镖吗？我负责你们的安全。
一人50万就成。结果柳如烟里都没理我，阿离也婉拒了。倒是父亲忍不住笑了。你就是那个网上盛传的捉鬼天才吗？这世上哪有鬼啊？依我看，你连陈大师的一个指头都不如。别这么说，李同学敢在网上夸下海口，说不定有过人之处呢。面对他们的嘲讽，我只是悄悄举起了传音符。大舅，我们要进去了，期待你们的表演。推开了公寓大门后，无边的黑暗好像来到了阴间，但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踏了进去，陈玄黄则紧随其后，其余人见状也依次进入。然而到了1楼走廊时，我们忽然听到一阵拍球声。怎么回事？这里除了我们，难道还有别人吗？但我很清楚，这是断头鬼把自己脑袋当球拍呢。这是我吩咐他的，目的就是把这群明星吓破胆，好找机会敲诈他们。效果很不错，连陈玄黄都开始发抖了。怎料父亲却大喊：一定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扮鬼吓我们。说我没猜错，被拍的东西是人头，当然了，是假的人头。断头鬼瞬间尬住了，有种变魔术被揭了老底的感觉。但父亲还不罢休，竟一把抢走断头鬼的脑袋，当成了足球踢。怎么样？我猜对了吧？柳如烟见状松了口气，节目组太可恶了，我还以为真有鬼呢。但我可气坏了，他欺负的可是我二舅。于是在我的暗示下，吊死鬼及时出现，用长蛇缠住了父亲的脖子。陈玄黄见状一惊，马上甩出一张符箓：爱卿敕令，万岁服刑。然而我只是碰了下他的肩膀，他甩出的符箓就化为飞灰。这下他傻了，卧槽，好凶的鬼！他又抽出了桃木剑，可下一秒就被我用锋刃切成了3段。陈玄黄彻底懵了，这下要死了，大家自求多福吧。其他人也慌了，像一群无头苍蝇般四散奔逃。我直播算卦，竟连上有个知名育儿博主，他问我能不能算算他女儿去哪了。我掐指一算，告诉他，你女儿自杀了，她上半身在棺材里，下半身在土里，但她还活着。他的粉丝立马不干了，纷纷反对我。人家在育儿领域可是出了名的，他女儿很听话，很懂事，怎么可能自杀？身体被1分为2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这也太荒谬了吧！然而他们却不知道，我根本不是人类，而是一只即将成仙的黄鼠狼。按照天道的指示，我只要算满100卦即可功德圆满，顺利飞升。所以我只管算卦，对那些粉丝的质疑漠不关心。但育儿主播如烟却心虚了，我女儿不可能自杀，她从小到大都很听话，我说什么是什么，她肯定是被绑架了，才一直没回来。听到他女儿自杀的消息后，一点担心的情绪都没有，反而表现得很心虚，这不是一个正常母亲该有的反应。我忍不住笑了。既然不相信我说的，那你又为何掐着点的蹲我开播？刚开播就立马连线，你这手速有点快啊。这只是巧合，刚打开手机就刷到你直播了，不小心就连上了。见他依旧嘴硬，我开始分析。柳如烟，年龄35，单亲妈妈，你跟你丈夫虽然离婚了，但他经常来骚扰你，还问你要钱赌博，我说的对吗？他闻言脸色变了，既紧张又愤怒。直播间里，他的粉丝也纷纷帮他说话。不会吧，如烟主播不是说要想把孩子教育好，一定要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吗？而且他也说了自己家庭很和睦。就是如烟姐说过，她丈夫对她很好的。主播你要是算不准就别算了。但我却还在输出。你平时那些育儿方针不过是纸上谈兵，你教别人怎么育儿教得头头是道，可你自己怎教孩子的呢？你逼着孩子学他不想学的东西，他要是不学，你就道德绑架他，在你面前他连一点人权都没有。柳如烟这下急眼了，够了，别胡说了。他是靠育儿火的，现在人设被我刨完了，肯定会着急。但我最见不惯他这种又要找我算卦又不相信我的人，也没打算对他客气。你如果想找到你女儿，你就必须相信我说的话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，否则你女儿还能不能活下去可就不好说了。其实我女儿在什么地方我真算不出来，只能算出她现在处于什么状态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她女儿那边肯定有什么东西能隐藏位置，所以才算不出来。柳如烟沉默了片刻，终于妥协了。我信你，你问吧，我知道的都如实回答。弹幕见状也惊了，不是吧，如烟姐，你就这样相信她了？哈哈，你们的完美育儿主播要她防了。我都说了，主播是有2把刷子的，等着瞧。看着疯狂滚动的弹幕，我无奈地笑了笑。你女儿消失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啊？消失前她跟我大吵了一架，她说她活得好累，要是能有个人代替她活着就好了。说到这，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说实话，她女儿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奇怪，身体被1分为2了，但又还活着。结合柳如烟说的，她女儿消失前希望有人能代替她活着，莫非是想给自己弄个分身？就当我想继续问下去的时，柳如烟家来人了。姑姑，还是没找到思思姐。柳如烟马上抹干了眼泪，跟那女孩打个招呼。没事的小雨，我很快就知道思思在。我立马咳了2声，打断了柳如烟跟她侄女的谈话。她有些疑惑，我马上打出一行字：先别告诉她你跟我连线的事，也别透露你女儿的任何消息给她。她虽然表示不解，但还是很听话的转移了话题。等她侄女走后，我马上警告她：你侄女不对劲，你女儿的失踪或许跟她有关。你先戴上耳机，我们的谈话不能让你侄女听到，一会你用打字来回答我。
他侄女刚进家门，我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一个大活人身上居然怨气冲天，而且都是横死之人产生的。围绕在他身上的怨气如此之重，我怀疑他去过乱葬岗一类死人多的地方。等柳如烟戴上了耳机，我让她回忆一下女儿失踪前有哪些怪异之处。她回忆了半天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每年放暑假，小雨都会来我这玩一段时间。这次本来他是不打算来的，可眼看着就要开学了，他又突然来了。在他来之前，他父母还跟我打电话说找不到他了。我正准备在朋友圈发寻人启事，他就来我家了。结果第二天我女儿就不见了。我无意间听到他跟我女儿说，他知道一个什么分身俱乐部可以解决我女儿的烦恼。看样子他女儿的失踪肯定跟小雨脱不了关系了。我叮嘱他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去告诉你侄女，警察那边来消息了，已经知道你女儿在什么地方了。你再问他跟不跟你一起去警局找你女儿，他100%会拒绝你。看到这，弹幕也纷纷议论起来。怎么感觉事情越来越玄乎了？这个主播不会来真的吧？有没有人来打赌？输了的直播倒立洗头，我赌如烟姐侄女没问题。楼上的，我跟你赌，我赌他侄女有问题，不会跟如烟博主一起去派出所。然而走到侄女房间门口，柳如烟却迟迟不愿敲门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在你心里，女儿重要还是侄女重要啊？再犹豫不决，我可不敢保证你女儿会不会出事。在我的提醒下，她终于抬起了手准备敲门，但门却自己打开了。姑姑，有消息了，我知道思思姐在哪了。听到这，直播间的弹幕都震惊了。卧槽，事情的走向怎么突然变得不受控制了？越来越好奇会发生什么了。不是，怎么不按剧情发展啊？我跟那位兄弟的赌局还没定胜负呢。让如烟侄女撤回她刚刚说的话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柳如烟也懵了，我赶紧安慰她。你先捋捋情绪，然后听她怎么说。真的吗？小雨，思思在哪啊？思思姐就是心情不好在闹情绪，她刚刚联系我了，说她在东湖公园。姑姑，咱们去找她吧。她还特意把她跟思思的聊天记录拿了出来，弄得有点此地无银300两。但我却发现小雨身上的怨气在逐渐变浓。别跟她走，她想害你。柳如烟瞬间犹豫了，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我知道你很难选择，不过我有个2全的办法，你先假装同意她，再把手机号私发给我，等会我给你打电话照做就行。柳如烟立马照做，跟着小雨准备出门。到了门口，小雨劝她，姑姑，一会看到思思姐后，你不可以生气哦。她说自己已经知道错了，怕你骂她，才一直躲在外面不敢回来。柳如烟点了点头，没再做过多的回答。从她家东湖公园需要半个小时车程，路上我叮嘱她，你等车的时候吱一声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我会在电话里冒充警察，到时候你随机应变就行。放心，你说去派出所，小雨肯定不会跟你去，到时候你就明白应该相信谁了。我很快收到了信号，拨通了她的电话。你好，是柳如烟女士吗？我是派出所的，我们找到你女儿在哪了，麻烦你现在来一趟。什么？你们也找到思思了啊？我现在正朝东湖公园赶呢，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吧？啊，你说思思不在东湖公园吗？挂断电话后，他告诉小雨，小雨，警察说思思不在东湖公园了，但我听他的语气不太好，还让我赶紧去派出所。小雨，你说思思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咱们赶紧过去吧。姑姑，你先去吧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忽然想上厕所，等我拉完肚子再去找你。利用这个借口，小雨很快离开了。接下来你只需要偷偷跟着你侄女就行，我敢保证她肯定会去你女儿所在的地方。果然，小雨在跑了一段后就恢复了正常，拦了辆出租车朝派出所相反的方向走了。快打车跟上她。柳如烟也拦了辆车跟了上去，很快来到了一处像废弃工厂的地方，还没进去，我就感到了一股冲天的怨气。考上清华后，妹妹竟拆了我的档案袋，我崩溃地质问她为什么，她却开始哭泣。姐，虽然你考了720分，但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资料啊。连爸妈也帮着她指责我，真是大小姐脾气，不让着妹妹，生来就是讨债的。然而当相关视频流入网上，他们却被全网嘲讽撕毁前程，这不是无知，是恶毒。和清华确认入学后，我想告诉爸妈这个好消息，结果刚出卧室，我的好妹妹郑倩就凑了过来。姐，这么开心啊？她从小就和我不对付，这次她估分只有300多，已经选好了专科。然而就在我准备敷衍几句时，忽然看到了她手里的东西，我瞬间愣住了。郑倩，你哪来的这东西？这是你抽屉里的东西啊，好像是你的档案袋。看着被撕开的档案袋，我崩溃了。郑倩，你把我的档案袋撕开了，你知道这东西不能打开的。此时爸妈也走了过来，他们只是看了一眼，就开始指责我。郑可，你大清早的发什么疯？不就是一个破纸袋子吗？我一会再去给你买2个，这也至于你跟你妹妹发疯？这性格果然不讨喜，生来就是要债。我气得大哭起来。那是我的档案啊，拆开了会影响我上大学的，我可是刚答应了去清华啊。爸妈闻言震惊了，但还在指责我。清华要你了，就你只会读书，其他都不行的，清华会要你吗？要你就要你，你在家里耍什么大小姐脾气？
我瞬间也来了脾气，指着郑倩大喊：我是要上清华的，可是你的好女儿把我的档案拆开了，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，我上大学的事可能都要泡汤了。这时郑倩终于开口了：姐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档案，不然我怎么会故意碰啊？对不起，虽然你考了720分，但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资料啊。她边说边哭，表情委屈极了，让爸妈的神情也软了下来，但我却直接爆发了，将她推在了地上。上面明明贴着密封条，你瞎了吗？郑倩，你就是想故意毁了我。然而下一秒我就被狠狠抽了一巴掌。我爸厌恶地看着我，考高分就撒野，这个家是不是都留不下你了？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让着妹妹，从小就是个讨债鬼。听到这，我瞬间心死了。从小到大，他们只偏爱郑倩一人，我真是亲生的吗？回到卧室后，我开始疯狂打电话，得到的答复却都是等通知，我只能等第二天工作人员上班再说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下定决心，我必须逃离这个家，也必须去上清华。第二天，我准备拿着档案袋去重新密封，但出门前，我却接到了同学的电话。郑可，你快去看看网上，那些人都疯了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彻底呆住了。视频里，我像疯子一样大吼大叫，还把郑倩推在了地上，但我说的话却被消音了，显得我像在欺负她一样。网友们瞬间炸了，这是亲姐妹，这女的是不是有点大病？虽然我和我妹也打架，但总不至于碰一点东西就发疯吧？我想让爸妈帮我说句公道话，但他们只是冷笑。一个人说你或许是他的问题，可所有人都指责你，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啊？我瞬间沉默了，只想快点密封好档案，彻底离开这里。然而等我来到密封的地方时，工作人员的话却让我惊了。小妹妹，你也太粗心了，私自打开档案也就算了，里面怎么还缺了好多东西？我赶紧检查了一下，发现真的缺了3张。姐姐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工作人员叹了口气，只能去补办了，不过很麻烦，你要自己去盖章，有些单位还不会给盖。听到这，我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就因为郑倩上了大专，而我上了清华，她就要这么不择手段的毁了我吗？这一刻，我突然想通了，郑倩越是这样，我越不能遂了她的愿。回家后，郑倩得意地看着我，姐，档案弄得怎么样啊？弄不好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能去清华了呀？好可惜，都怪我。爸妈也对我很鄙夷。可惜什么？这样的白眼狼就算上清华了，也是危害社会。不就一个破档案，给家人看看又怎么了？难道你做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吗？听到这些话，我再次哭了出来。这时郑倩拉着我的手，装作善解人意。姐，别担心了，实在不行你就和我一起去上专科吗？而且我那个专科基本全是女孩子，爸妈也不用担心你会在外面乱搞啊。我有些恼怒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？我什么时候乱搞了？话音刚落，我就收到了爸妈的轮番轰炸。你妹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想去清华大学，不是因为清华男生多，想去勾搭男人啊？档案没了正好，你就随便去个专科吧，免得以后大着肚子回来给我丢人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真的是一个母亲能对自己孩子说出来的话吗？于是趁着他不注意，我扯下了他的一根头发，我要去做亲子鉴定。可爸妈为了不让我去清华，居然藏起了我的档案袋，他们还拿走了我的手机，切断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。我绝望的在家里待了3天，几乎要认命了。就在这时，清华的老师找上了门，我正好去上厕所，目睹了他和父母的见面。那老师有些意外，郑可，我是和你联系的清华老师，最近怎么联系不上你了啊？档案的事解决好了吗？清华的老师来了，我爸妈居然不告诉我。我瞟了爸妈一眼，他们连忙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。但老师已经看明白了，劝他们，郑可是全省前5，他的入学是被领导们盯着的，咱们做家长的还是要好好上心才行。他还要走了被撕开的档案袋，准备带我一个个去跑手续。等到连续跑了3天，我终于补全了档案。看着热泪盈眶的我，老师叹了口气，想逃脱离原生家庭，必须走得更远，能力更强。我点了点头，原生家庭是要脱离的，可在这之前，我必须和郑倩算一笔账。但我没想到，回家后爸妈居然摆了一大桌子菜。姐，咱妈亲自下厨，特意帮你庆祝去清华呢。他们还疯狂给我夹菜，让我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看着那3张不自然的笑脸，我默默放下了筷子。妈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。听到这话，妈妈也不装了，都是一家人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考得特别好，是不是除了清华，还有好几个学校抢你呢？你看看哪家学校能把你妹妹打包一块儿带去，就去哪家呗。妈，可郑倩才考了300多分，这让我怎么打包啊？有啥不行？我看网上不经常有把自己对象打包一起带进学校的啊。尽管觉得很荒唐，但我还是答应了，毕竟不先给希望，怎么能让他们彻底失望呢？到了晚上，我也发布了一条视频，怎么才能把300多分的妹妹一起打包进清华？评论区马上沦陷了，300多分还想被打包，就算是省状元都带不动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妹救过你的命啊，活捉一枚妹宝女。于是我又把昨晚的录音发了出去，
网友们马上猜到我是谁了。这两件事一结合，半个小时就冲上了热搜榜。我妈发现后，她彻底疯了。郑可，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啊！你妹妹都快被人骂死了。郑倩更是气得跺脚，你快把视频给我删掉！我立马删了视频，结果网友纷纷发来私信，要是被威胁了，你就把网名改成玉米。我不仅换了网名，还找了个玉米当头像。结果到了晚上，我爸妈带着郑倩出去遛弯，直接被石头砸了。我妈气得打了我一顿，还威胁我，上清华要是不带你妹妹，你就哪儿都别想去。而我却趁着这个机会去了医院买药，顺便做了亲子鉴定。几天后，鉴定的结果让我差点没站稳，我真的不是爸妈亲生的。我用了半个小时接受这件事，又把鉴定报告藏好，毕竟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然而没过几天，郑倩就满脸纱布的回来了。我有些纳闷，她整容去了吗？可等到纱布摘下来那一天，我懵了。高温末日，我忍着50-60度的高温辛苦找来的水，却被养父母大方地送给了邻居。于是他们被人称赞，而我却成了他们嘴里自私自利、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最后我还被养父母以2瓶水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变态，被他折磨致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末世前。姐姐，我把水分给大家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我和小优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渴死吧？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大家左邻右舍住了这么多年，把水分给大家点怎么了？不就是水吗？喝完再去找不就行了？限你今晚上把水带回来，否则就别回家了。嘈杂的声音吵得我头疼，于是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却发现自己还躺在狭小逼仄的杂物间里。想到梦中那日日夜夜的折磨，我浑身冷汗直冒。梦中发生的事情太离奇了，可最近已经持续了1周的高温，又让人不得不警惕。于是我走出了杂物间，目光掠过桌子上的彩票，想到梦中发生的事情，我呼吸一滞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赵正明买的这张彩票跟1等奖只差了1个尾数。于是我将彩票拍了张照片，又放回了原来的位置。在去彩票店的路上，我的心砰砰乱跳，梦中的那些事是不是真的？一试便知。傍晚，我在杂物间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电视台的主持人正在播报中奖号码。很快，1等奖的号码出来了，我捏着彩票的手猛地一颤，中了，奖金3000万，税后还有2400万。我绷了许久的精神总算彻底放松下来了。第二天的早上5点多，太阳光就已经亮得刺眼了。我简陋的房门被唐昊狠狠地踹了一脚，饿死了，还不赶紧去做饭？于是我默默起身做好了早餐，然后才挑了一件最不起眼的衣服出门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柳如烟给我转了200块钱，回来给你弟弟妹妹带个冰激凌蛋糕，就是他们常吃的那款，剩下的钱拿回来给我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出了家门。由于中奖金额巨大，我跑了一趟省里才兑奖成功。我的银行卡上很快就到账2400万，然后我买了冰激凌蛋糕就回家了。晚上我仔细规划这2400万的用途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所以这钱也得花一部分，存一部分。毕竟等高温末日结束后，人类还得回归正常的生活。于是我决定一部分存在国家银行，一部分换成黄金，然后手里再留一些现金。我在纸上写写画画，最终决定200万存在银行，200万换成黄金留在自己手上，然后再留个10万现金以备不时之需。剩下的1900万用来租房子囤物资。秦小姐，您看这几栋别墅，您中意哪一款？我带您去看看。这些别墅依山傍水，越往里走价格越便宜，而最里面的那栋别墅月租金才5万块，而且里面的家具家电齐全，可以拎包入住。于是我签了1年的合同，中介带我录入指纹后就离开了。送走中介后，我抓紧时间联系了装修队，本来只想涂一层隔热漆，再安装几块太阳能板的，但没想到发现了意外之喜，防空洞。装修师傅点了点头，是以前留下的防空洞，房主没提，估计中介也不知道。我看着黑漆漆，搜网上冒凉气的洞口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装修师傅还以为我是怕了，主动开口，这里面应该就是一个面积大点的洞穴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陪你下去看看。我点了点头，强压下了心底的喜悦。什么防空洞啊，这分明是一个免费的空调室，我都不敢想躲在里面有多舒坦。防空洞的面积很大，足足有几百平米。我摸了摸墙壁，似乎有点潮湿。装修师傅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不用担心，待会儿我喊人搬几袋石灰过来，保准给你收拾得平平整整，绝不渗水。我眼睛一亮，真的？那当然，不满意不要钱。当天下午就来了10几个工人将防空洞收拾了一遍，我高兴地给每个工人发了200块红包。眼看着天色暗了下来，我顺着马路走回了家里。孙家住的单元楼就在别墅区的对面，一开窗户就能看到。柳如烟偶尔还会抱怨禽兽没本事，只能一家人看着对面的别墅区眼馋。柳如烟一见我就没好气地瞥了我一眼，一天天的不着家，外面有上千万的生意等你谈咋的？我面无表情地想，可不就是上千万的大单子吗？在给一家子做完晚饭之后，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计划需要购买的物资。外面的气温已经升到38摄氏度了，但往年的平城气温也偶尔会升高到40摄氏度左右，所以这一次也没什么人在意。依旧是该上班上班，该上学上学，大家也没什么囤物资的习惯。但我却知道，再过1周，气温就会急速攀升，到时候断水断电，河流干涸，就连地下水也会被抽空。想到前世发生的那些事情，我越发觉得需要做的准备还有很多。
别墅区那么多人，想要完全逃过别人的视线囤物资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而一旦暴露自己手里的物资，接下来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。为今之计，只能想办法降低被发现的风险。一是将物资混在装修的材料里面带进来，二是放部分物资在别墅明面上，等人扫荡光了，地下防空洞也就安全了。第二天的早上4点多钟，炽热太阳就升起来了。我的杂物间又闷又热，每天起来衣服都粘在身上。天气预报上41摄氏度的高温看得人有些心悸，但一想到未来还会更热，我只好认命地从床上爬起来。吃过早饭后，我直奔批发市场，把清单上的物资买齐后，又和他们约好了送货时间。防空洞的入口在楼梯拐角处的木质地板底下，用地毯盖着，很难被人发现。而且为了避免防空洞的位置暴露，我让送货的工作人员把物资卸在客厅就离开了。所有物资都是由我亲手搬进的防空洞，东西太多了，搬到天都黑了，也只搬完了1/5。这时我看了眼手机，柳如烟一连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质问我怎么还不回去做饭，想到回去也是挨训，于是我开始编辑文字。我在超市替别人上班，日薪200，过2天再回去。很快我手机上多了一条回复，那你好好干，钱别乱花，等回来我帮你把钱存上。伴随着空调吹出的凉风，我难得睡了一个好觉。等到第二天醒来时已经中午了，我拉开窗帘，第一感觉就是亮，刺眼的亮。我急忙将窗帘拉上，一看天气预报43摄氏度，比昨天还上升了2摄氏度。想起前世的经历，我的心也不由得慌了起来。人家都说狡兔3窟，别墅的防空洞虽然很隐蔽，但是万一呢？我不敢赌，于是我一边往防空洞搬物资，一边查起了附近待租的房子。好在我运气还不错，直接就在秦家对面的单元楼租到了个1楼带地下室的房子，70平方米，连着一间20平方米的地下室，地下室高5米，打开门就是地下停车场。房租押1付3，我直接交了1年的。然后晚上趁着没人的时候，我花了10万块钱买了一些基本物资。第二天，我从超市采购了一些物资运往秦家，在路上碰到了楼下的宋奶奶。哎呀，淼淼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这不得花上万块钱？我笑了笑，哪有，也就几千块钱吧。现在天气热，不囤点东西不放心。我一边回答，一边带着超市的工作人员往电梯的方向走。路上碰到了几个眼熟的邻居，我都是一样的解释。他们虽然没接着追问，但脸上都露出了嘲讽的表情。因为天气热，就一口气囤了几千块的物资，这不是傻子才干的事情吗？我低下头，掩住了嘴角的笑意。前世柳如烟一家指责我是自私自利的白眼狼，这一世我将会主动打开大门，接济来寻求帮助的邻居们。不就是人美心善吗？我也会。